2026年哈苏摄影大师比赛的奖品：1台哈苏相机，2支哈苏镜头，外加5000欧元的奖金，总价值超过25000美金。奖品很诱人，但是难度也不低。它一共分成7个门类：风光、建筑、人像、街道、艺术、野生动物。然后还专门设立了21岁以下不限题材的青年项目，而且不限机型。如果您喜欢摄影，那谁还没有1-2张压箱底的好照片吗？今天呢，就想跟您聊聊哈苏大师摄影赛，除了奖品和一夜成名，对我们这些普通的爱好者能够得到什么样的机会？欢迎收看《采风摄影生活杂志》，我是大马猫本。比赛的机制，哈苏摄影大师赛的规则其实很特别，让你选3张照片投到对应的组别。这种交3张的赛制其实很公平，几乎把运气的成分压到了最低。其实他是在问你，这些好看的照片究竟是命运偶然的灵光一现，还是呢你已经具备了稳定的、可控的用视觉表达自己的能力？那一张最强的照片决定你的上限，但是真正决定生死的是你最弱的那一张。我不是想忽悠你说这比赛即使不专业也能参加，但呢，我也不希望你太不自信。这不是说爱好者对职业摄影师这个身份的问题，而是说一个态度的问题。咱不是来证明自己有多厉害，而是来确认你有没有在认真的看这个世界。参赛好的结果也不一定是得奖，就像体育竞赛的这个同场竞技一样，摄影比赛不是筛选，更多呢是一种练习。我们喜欢运动也不是说为了赢得比赛，而是真的会因为比赛而训练。用这3张照片做一个阶段性的反思，我觉得对咱们至少有3个好处。第一个呢，就是验证自己我不是靠运气在拍。第一次拍到这个漂亮的夕阳、好看的风景，也许是运气，但是2次、3次，那说明你开始熟悉自然，了解天气和时间的规律，那个就不是运气，而是能力。第二个最重要的就是逼迫自己结束永远在复习的这个状态，总想拍得更好，这个没有错，但是你别忘了，自信也是摄影师最重要的品质之一。你必须在某一个时刻对我说，这3张就是我这一阶段的最佳答案。第3就是提醒自己，缺的不是设备，而是反思与方向。这3张照片会逼你建立一个能力和方向的坐标系，就算是第1轮被刷掉，你也完成了很多摄影师一辈子都没做过的事儿。认真总结自己到底在拍什么。有人会说，摄影我就是玩，何必搞得这么严肃，这么有压力呢？我就想说，摄影确实是一个很友好的爱好，但玩玩不等于随便。但是认真呢，也不等于非走专业。每一个认真看世界、拍世界的人都值得被认真的看见。对于真正热爱摄影的人来说呢，我反而把它看作是哈苏的一种正式的邀请。哈苏大师赛并不是说在挑最好看的照片，它更像是在用比赛的规则寻找和启发一种人，就是那种已经开始注意光线、注意时间、注意影像情绪的人。当然了，我们也必须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呢，就是这个比赛我和您一样大概率不会得奖，绝大多数人都不会。但是呢，如果您现在已经成长为这样拍这样思考的人，那恭喜你，你其实呢已经是这个比赛真正想找的那个目标人群。我的2025这几天呢，我也在翻看我的2025年回顾。我得承认我不是那种为了一张照片废寝忘食的摄影师，我也不是那种为了拍照而去拍照的人。但是我发现我自己有一件事，我自己特别喜欢，而且远比别人擅长，就是带着不同年龄、不同背景的人出去玩、出去拍照，然后带着启发大家去找那些没玩过或者不曾经发现的视角。去年呢，我们摄影团去了不少地方，团员们呢都是摄影爱好者。
摄影爱好者天生有一个出色的能力，不知道你发现没有，就是好奇心和观察力。只要把他们带进新的环境，拍摄的快乐就会被完全的唤醒。说说我们去年的经历啊，就是加拉帕戈斯，很多人其实不会游泳，我硬是用救生衣把这帮旱鸭子绑成跟粽子一样丢在水里飘着。那个嘴上我说着，哎呀，水下多好玩，你根本不懂。但是这帮人真正看到之后呢，哎呦，真是开始主动的要求下水，忙的玩的不亦乐乎。还有肯尼亚的凌晨的5点，南极的凌晨3点半，把一脸懵逼的大伙从这个睡梦里边拎起来，结果像什么晨雾，还有冰川后边那个紫罗兰的天空，让大家拍的大呼过瘾。热气球2025年我拍了很多次，我想让大家知道啊，其实热气球是一个超级安全，而且对于摄影极其友好的飞行载具。团员们看到热气球现在也不是那个这是危不危险，而是说看到热气球能飞的地方，就知道上面一定有风景在上面等着我。那我去年的年初还骑车去了大阪和京都，我想表达的是，骑车是最好的摄影的行进的方式之一，它比走路的范围更广，然后比那个开车自驾更自由、更从容的感受当地的环境。还有去年10月份的印度，我听到过太多的关于印度负面的消息，但是从摄影师的视角潜入当地的市场还有街头，你才发现这里对于摄影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友好。摄影把我2025年串联起来，重点呢从来不是照片的风格，而是说旅行成就了摄影，摄影反过来呢驱动旅行。这么想来呢，哈苏大师赛的3张照片其实也是同样的逻辑，就是你选出的不只是照片，而是你如何发现这个世界。2026年采风摄影团继续出发，5月份加拉帕克斯的鱼，还有亚马逊的鸟，自然生态摄影的天花板。6月份呢，最适合拍摄星空的纳米比亚，沙漠星空，再加上非洲野生动物的宝库博茨瓦纳。还有传统的肯尼亚和南极的摄影航线。我们给摄影爱好者准备了更省心、更高效的绿色通道，让您不虚此行。欢迎报名参加。如何提升摄影技术，让您不参赛也能做到？就是如果您现在听到这儿依然不想参赛，那您别闲着，我给你几个小方法，您不妨来试试。第一个呢，就是今天咱们来都来了，您试着把自己最能代表自己的照片发在本期的评论区。咱们先来一个哈苏3人行必有我师的摄影小赛。讲真啊，我不少照片其实反而是初学者的团员给我的，一张白纸创作的思路我觉得更纯净。第二个方法呢，就是您沉下心用1周的时间，您从这1年或是2年的照片里边选出3张最能代表你的喜好、最有把握的技术，还有最符合你拍摄习惯的3张照片。您可以不提交，也不公开，也可以不告诉任何人，这是一个零失败但是对自己特别有帮助的动作。第三呢，就是如果您真的不想参加，真的是不想动，那就关注一下哈苏摄影大赛的过程吧。大概2026年的4月到5月份会出比赛的结果，您看看别人怎么答题，这本身呢也是一种学习。如果你想参赛，那现在就该准备了。哈苏的官网注册信息就可以报名，截止日期2026年2月28日准时关门。我只送您一条最重要的建议，就是每一组照片一定要附上一段极简短的文字说明，让评审理解你的创作的理念还有故事的背景，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。让评审感受一下你的观察力你的同理心，还有你的创作的态度。它不只是说你照片被看见，而是被看懂。它就像给画面配上背景音乐，让照片呢有了呼吸还有心跳。哈苏大师赛呢并不轻松，但是它最难的未必是技术，它真正难的是说您在这种不看别人点赞、不问别人的意见，您只对自己负责。你愿不愿意承认选出来的这3张照片是我自己亲生的？总结这期节目呢，我不是说在拉人参赛，而是在解除大家
不敢认真对待自己的这个心理的封印。这件事其实很难，但是非常有价值。如果您看到这儿，看到本期节目，愿意打开尘封已久的移动硬盘，愿意拿出那台已经落灰的相机，您就已经成功了。好了，感谢收看本期的节目，我是大马猫本，咱们下期再见。